男友出轨是我和他分手的主要原因。他赚不到钱，要我养我忍了，不体贴冷暴力我也忍了，可他的冷暴力是为了小三，我忍不了。我说平白无故的，怎么会有女孩子主动和我交朋友？原来是来挑衅我来了。可笑的是，她还假装和我亲近，和我当闺蜜。更可笑的是，她怀孕流产，我伺候她大半个月，竟然不知道是我男友的孩子。分手后，我家拆迁，一朝暴富，前任哭着求着复合。当前任找来时，我正被程义度压床上，在他震惊的目光中，我勾住程义度的脖颈：“怎么还要围观？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和前任分手后，我升华了，褪去恋爱脑，身体、大脑乃至灵魂都得到了升华。好吧，主要是拆迁了，一朝暴富，我不得横着走。分手后，我第一时间买了房，买了车，忙得脚不沾地，压根没空哭。等一切都落实下来，我才注意到他给我发了条短信：“李月，美美，我想你了。”我被气笑了。谁在我哭得稀里哗啦，气头上说分手时，立马答应了。现在想吃回头草，做梦！我回复他：“滚！”很快，他的电话打过来了。彼时我正站在落地窗前，欣赏用钱堆出来的霓虹夜景。美美，他的声音沙哑了些，满是寂寞。我想你了，你来找我好不好？我嘬一口红酒，非常满足地发出声响：“啧呀，李月。”我问他：“你是不是看片被刺激到了，一时间又找不到女人发泄？”他没出声。我冷哼：“寂寞就找他，别来恶心我。”然后挂了电话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发短信来：“美美，你变了。”我瞥一眼亮着的屏幕，吃声苦笑。不正如你所愿吗？2年前，李月贷款买了辆车，每月都要还车贷，而我省吃俭用供他吃穿，什么都没剩，结果最后还落得分手的下场。哦，不对，他冷暴力让我提的分手，我还是坏人呢。现在解脱了，为避免悲伤上头后难以自制，我带小姐妹如如去喝酒。如如表示很开心。你和他在一起这3年，我都没能见你几次，比牛郎见织女都难。这次你可不能再抛下我了。我和他碰杯，放心，刀架我脖子上，我都不会回头。很久没有进酒吧的我很亢奋，很快喝醉了。无意瞥见2楼下来一个男人，让我看直了眼。黑色西装贴身，长腿窄腰宽肩，优越出众的五官让我锁死视线。我指着他，大着舌头对如如说：“如如，快看，帅哥！”如如和旁边的帅哥聊得正欢，没搭理我。我擦擦口水，虚扶着脚步奔他走，把他堵在角落。帅哥，我大着舌头打量他精致的大背头，加个微信呗。他把我扫一眼，转身就要溜。我眼疾手快，反手抓住他的袖子。帅哥，我可以买你今晚，多少钱你说？他回过头的表情几分意外。你说什么？我流氓似的哼笑，打扮得这么精致，在这种地方会打扮成这样的，只有男模了。然后我伸手捏了他屁股一把。他震惊了。你一个女孩子居然……他满脸不可置信，回过神却苦笑起来。我该说你在我夸我，还是说你太过低俗？这反应却让我糊成浆糊的脑袋有些懵。太久没进酒吧，来之前我特意上网查了下，这是我也是第一次干。男人说：“女士，我不是那种职业，下次不要这么说，万一被碰到检查，你可能要被抓走的。”他又勾了勾唇角，
转身就要走，我又一把拽住他。我有钱，我努力保持意识清醒，嘴硬道：“你说多少钱，姐姐我能包。”他的笑意顿消，几分严肃：“你真的醉了，让服务员找找你的朋友吧。”脑海里忽然闪过被人翻白眼的画面，我一把抱住他。我真有钱，我小声嘟囔，我能买下你一晚的时间的，什么也不干，就买你陪陪我。我投怀送抱，他双手插兜，一脸冷漠。从沉睡里醒来，我一眼就看到陌生的天花板，暗暗隐隐作痛的额头，拉着被子转个方向，结果一个人影入眼。男人坐在窗边，逆着晨光的身影镀上金边，帅脸几分梦幻。四目相对，他微微勾唇：“早安。”陌生房间，陌生男人，狗血画面。我拉开被子瞟一眼，见身上是白浴袍后，猛然坐起。我被冲击的眼前发昏，还强装镇定，问他：“帅哥，昨晚体验感如何？”男人悠悠打量着我，笑意不减，极差。脑海里咣当一声，我头疼闭眼。我下床想去卫生间洗把脸清醒清醒，结果推开门，一眼就见到洗手台下的内衣、挂花洒上的裤子、浴缸里的西装外套。我颤着手洗漱，努力撇开联想。昨晚喝了不少红酒，后劲很大。从他把我带出酒店后，意识就开始模糊了。实在想不到昨晚的战况有多激烈。缓和片刻，我问他：“你叫什么？”他的眼眸微转：“杜杜，杜杜。”他用纸背蹭蹭鼻尖：“艺名。”哦，挺特别。我从皮夹里掏出几张红票票递给他：“抱歉，醉了酒没个轻重，让你受累。”杜杜扫一眼红票票，眼里又现笑意：“我那外套很贵的，意思不够。”我又抽出10来张给他，他依旧没动。“这么贵的吗？”我把皮夹里的零钱都抽出来，我就只带了这么多。他扬扬下巴：“戒指不错。”我捂住中指上的钻石戒指，立马拒绝：“不行，这个戒指好几万呢，外套就那个价。”我暗中咬牙，指腹摩挲着钻石。杜杜大步流星出了酒店，停在酒店外回头看我，而我趴在窗边依依不舍，送别我的戒指。怎么这么贵啊？那可是我定制的戒指，才到手没多久。在我沉浸在悲伤里时，手机响了。傅梅梅听筒对面如如大喊：“你人呢？昨晚怎么这么不带我回家呢？”我张嘴就想解释，却忽然察觉不对。我问他：“你现在哪儿？”“正和我新男友吃早餐呢。”“所以没被带回家的是我呀。”损失惨重，我躺在家里好几天。虽说暴富了，但我还是没能接受如此挥霍。晃晃皮夹里仅剩的几枚硬币，想起了那个男模的脸。在我努力回想那晚的事时，手机响了起来。我看都没看来电，凭感觉直接接听：“喂，梅梅，你在哪？”这个声音让我猛然回神。我立马坐起，看清来电显示是李月时，火气就来了：“我在没有你的地方快活呢。”李月全当没听见，继续低声装煽情：“梅梅，自从你不在，我吃也吃不好，睡也睡不好，整夜失眠，生了病，好难受。”“我有这种好事啊，恭喜恭喜。”李月又说：“家里没有你怎么，我真的接受不了。你回来吧，我们和从前一样，好不好？”我叹息，放轻语气问他：“和以前一样伺候你养小三？”李月沉默时，我挂了电话。出轨是我和他分手的主要原因。他赚不到钱，要我养我忍了，不体贴冷暴力我也忍了，可他的冷暴力是为了小三，我忍不了。我说平白无故的，
怎么会有女孩子主动和我交朋友？原来是来挑衅我来了。可笑的是，她还假装和我亲近，和我当闺蜜。更可笑的是，她怀孕流产，我伺候她大半个月，竟然不知道是我男友的孩子。被我发现后，她特别高傲地翻白眼，笑话我又土又穷，怪不得她爬上了我的床，还向我展示李月买给她的名牌包包，那可是用我的钱买的。当时我被气昏了，却被戳中自尊心，低着头抹撒李月送我的廉价银戒，不敢回应半句，只会哭。我哭着求李月回头，求她真心对我，她却借这事甩开了我。小三不工作，我走了后，李月的工资还了车贷后所剩无几，压根不能维持生活，所以她才会频频求和。我拿起被随意放在桌角的银戒端详，又开始心疼那枚定制的钻戒。手机又响了一声，提示来信息：李月，梅梅，我已经不和他联系了，我来找你。本来准备把戒指扔掉的我收回手，默默把它带回指尖。李月很快就找来了。我打扮得非常精致，挎着奢牌包包，餐厅入座时把车钥匙放桌上。李月细细打量我好一会儿，满脸意外：梅梅，你真好看。我只扫一眼她油光的脸和冒出胡渣的下巴，就有些不适。好久不见，我故意露出打量她的样子，平静道：你看起来不太好。李月果然低头看了眼衣服，不自在地拉拉衣角，尴尬笑笑：我是来接你回去的。我笑：你还和以前一样，自以为是。梅梅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他伸手要握我的手，被我躲开了。他说：梅梅，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你，想起我们以前幸福快乐的日子，我就愧疚地睡不着觉。你给我个机会，让我补偿好不好？我看着他，指尖在桌面点了点。他一见我戴着银戒，眼里冒出希望火光。你还戴着我们的定情戒指，难道不想和以前一样幸福吗？你不怀念我们在一起的时光吗？你不想再次做一个幸福的小女人吗？我差点没笑出来。他用我的钱给小三买上万的包，上千的化妆品，就给我买了这个银戒。我查过，这个银戒9块9带礼盒，包不褪色，还包邮，这可太幸福了。我张嘴刚想说什么，身边忽然坐下个人。见到熟悉的帅脸，我和李月表情一致疑惑：这是谁呀？乖乖，杜杜的身体歪向我，不怀好意瞅向李月，炫耀似的抬起手：你送的钻戒太大了，睡觉都硌手。李月，我没。李月紧盯着杜杜无名指上的钻戒，不可置信地颤着手：他是谁？这是干什么？我也想知道。李月，他说戒指是你送的，居然戴中指上，你们订婚了？我也想问他。李月有些崩溃：你居然送他这么大的钻戒？我暗戳戳咬牙切齿：谁会送男人女士钻戒啊？杜杜茫然眨眼，看向我：乖乖，你不是说要宣布订婚的事吗？怎么他还不知道啊？傅梅梅，李月拍案而起，声调提高：你和他订婚了？你不是单身吗？杜杜向我眨眼，迟钝的我终于领会。哦，我拉过杜杜的手，轻轻抚摸钻戒。我肯定是单身，都是朋友，这不是送的小礼物吗？李月一听，面色苍白。杜杜不满地撇开视线，抽出手，怨念：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却骗我感情，你忘了那晚怎么答应我的吗？傅梅梅，李月大喊：你怎么这么恶心？不给我开口的机会，转身愤然离开。我搓搓手臂上的鸡皮疙瘩，抖了抖。我问杜杜：大哥，你想干什么？
杜杜抽纸巾，细细擦拭被我摸过的手，一脸鄙夷，站起身。吊着舔狗找男模，你不会吊着好几条吧？舔狗，我不满，关你什么事？你是菩萨还是圣母啊？多管闲事！你该不会把自己当成救苦救难的偶像男主吧？我只是想看你被揭穿的样子。他把纸巾扔进垃圾桶，转身离开了餐厅。我看着餐桌上没动的牛排，感觉自己好凄凉，好像被抛弃的渣男。不对呀，我不是选的逆袭剧本吗？本以为李月死心了，没想到隔天他把我堵在小区门口。他把一大捧粉色玫瑰挡住车头，说：“美美，忘了那个狐狸精，我们重新开始。”入口被堵，我不得不下车。一下车，李月就把玫瑰对我脸上。美美，你看我给你买的花，可贵了，好不好看？我扒开捧花，后退一步。李月，我平静道，粉色适合送情人。我们不是情人吗？我问他，我们算情人，那你和婷雅算什么？婷雅就是那个小三。李月的面色一僵，眼神开始飘忽。我就是一时犯了错，他故意勾引我的。我咂巴嘴，这个答案是你们男人统一过的吗？李月避重就轻对我说，美美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和好好不好？我回答得很干脆，可以呀。他的眼睛一亮。我又说，等我也和你一样，和别人生个孩子，再考虑要不要给你机会。李月的脸转瞬变黑。傅梅梅，分手不过2个月，你无缝衔接就算了，还为了那个狐狸精甩了我，你真好意思啊你！他开始狗急跳墙，那个人不就比我帅点吗？你以前不是只看重皮囊的人，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？因为他比我有钱吗？我胡说八道什么？正在我疑惑时，注意到旁边围观群众指责的眼神。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，我装平静。李月呀，我说2个月都算无缝衔接的话，你和婷雅算什么？一石二鸟，还是2船并进？哦，我忘了，你和他还有个未出世的孩子。指责的目光立马转向他，窃窃私语。李月估计没想到我真把事情说出来了，有些慌乱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他咬牙低声道，傅梅梅，我都已经这样求你了，你的心怎么这么狠？李月，你买2手花的时候能不能检查一下？我从花朵缝隙里抽出一张卡片，撇嘴，我不叫琳琳。李月，我合伙了一家加盟店，开业这天得去参与剪彩。和杜杜站一起剪彩拍照时，我的笑容虚假。你别告诉我你就是那个合伙人。结束后，我拿着合同，不可置信念道，程义度。他昂首靠着沙发，按太阳穴，我也没想到是你。我指着合同上的签名，谁叫你签合同都在线签，脸都不露，你是不是怕被其他金主看到了？他沉沉叹气。震惊过后，我坐到他身边。杜杜啊，我试探性问他，你一晚都那么贵，这些年有多少存款了？他耷拉着眼睑，诺，都在这了。我顺着他的视线环视一圈店内后，说，我不信。他没搭理我。晚饭回家，我在小区外遇见了婷雅。见到我时，她意外地愣了愣。傅梅梅。我本来不想搭理她，可她的反应让我很舒服。哎呀，婷婷啊，我故作亲昵，关车门的力道重了些。好久不见啊。她果然看了眼车子。这是你的车？我忍住上扬的嘴角。哦，我爸妈给我存的嫁妆，全给我了。我还买了一套房子，有机会带你坐坐。在她面色难看时，我用带着银戒的手捂嘴。哎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皱纹好像也多了，
你怎么好像变丑了？我清楚看到他胸膛起伏起来。婷雅平复了情绪后说：“我能请你喝咖啡吗？”“当然可以，不过今天不行，今天我的店才开业，我晚点得去看着。”我转身拉开车门时提醒他：“对了，你那个包和我买的好像不太像。”他紧抿的嘴角微抽，默默把包藏到身后。回到家后，我没去店里，就在窗前看婷雅。婷雅是追着李月来的，找不到李月住处，只能在这里堵。很快，他就堵到了提着蛋糕的李月。两个人没说几句就开始争吵，婷雅气得把蛋糕都摔了，很解气，心情达到前所未有的愉悦。我带如如吃大餐，然后遇到了程逸度。他和一个女人坐角落里，轻飘飘瞥我一眼。杜杜怎么出来吃饭不叫人家呀？我主动坐他身边，学他上次对我的样子，对对面的女人说：“哎呀，美女真漂亮，我家杜杜身边果然美女多多呀。”看清女人脸上的细纹，我喝一口红酒，姐姐这么好看，要好好保养呀。女人意外地看向程逸度，程逸度慢条斯理放下酒杯，都不正眼看我。见他没反应，女人这才看向我，微微一笑：“你好，我是程逸度的妈妈。”噗！我被呛到，立马站起来：“打扰了，再见。”就当我转身要溜的时候，程逸度伸手一勾，直接把我拦腰搂住，我直接坐到了他大腿上。乖乖呀，他捏住我腰侧的肉，渐渐加重力道。有些游戏不是谁都能玩的，有智商要求的。我渐渐涨红脸，瞪他一眼，慌忙挣脱站起，落荒而逃。谁知道他母亲这么年轻，身材这么火辣，我以为他金主呢。第二天店里，程逸度捧着一捧红玫瑰塞到我怀里，店员都暧昧地喊出声了。我问他：“你发癫呢？”“你别误会，他心情颇好，笑意满面，昨天帮了我一忙，这是答谢。”我低头注视捧花：“能换红票票吗？”“不能。”我把花拆开修剪放入花瓶，问他：“你别和我说昨天你妈在逼你相亲。”“我需要相亲吗？”他往窗外看了眼，淡淡道：“他以为我喜欢男人。”我听到了什么？八卦之心燃烧，我立马坐到他身边，问他：“所以那晚你说体验感极差，是因为我是女人？”程逸度，我有些不可置信：“你经常接男金主吗？”程逸度，他非常嫌弃睨我一眼，你完美避开了重点。程逸度坐直身体打量我的脸，满眼狐疑：“就你这智商，能钓几条舔狗？不会就那一条吧？”他还真说对了，我就只谈过李月一个。可能我的反应太明显，程逸度歪着脑袋靠近我，笑得几分痞气：“上帝给你的外貌开了窗，把智商抽出去了。”我翻了个白眼。赴婷雅的约时，她打扮得格外精致，但没了初见时伪装的和善。傅梅梅，别以为你有点钱了就能拿捏李月。我摊手：“他如你所见。”婷雅，你和我放狠话有什么用？我扬扬下巴，示意他看向窗外。李月又跟踪来了，又不是我强求的。见到窗外抱着花的李月，婷雅脸一下臭了。他只不过是贪图你的钱而已。我点头：“我知道啊。”婷雅，李月怒气冲冲进来，对着婷雅吼：“你找他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走远点，听不见是吗？”婷雅一下红了眼：“李月，我才为了你流产，你就把我甩了，跑到他这边来，你有良心吗？”我冷不丁插一嘴：“我有良心，还照顾你。”他俩又开始吵起来，我默默拎起包包跑路。餐厅外碰到了程逸度，
他显然见到了我那出闹剧，朝我挑了挑眉。我车坏了，送去保养。听说你住在这边，来蹭个饭。我直勾勾注视他，我怎么感觉你阴魂不散啊？他用纸背蹭蹭鼻尖，真的。晚饭端上桌，程义度震惊。麻辣排骨泡面。我把泡面包装撕开下锅，说：本来以为能蹭婷雅一顿，没想到李月跟过来了，连口水都没喝上。他盯着我搅拌锅里的泡面，你经常吃这个？我点点头。暴发户吗？没见识，一夜暴富是开心，但其实更多的是无措。我想像别人一样享受挥霍，可习惯刻在骨子里，买把青菜都要讲价2毛。想起婷雅对我的鄙夷，我忍不住苦笑，就像别人说的，浑身散发着穷酸气息，有钱都去不掉。程义度盯着我煎鸡蛋，沉默。我弄好坐他对面，他缓缓握起筷子。等我吸溜面的时候，他才开口：你不喜欢李月，想报复他，但没狠下心来，对吧？我吸溜的动作一停，汤汁溅入气管，呛得我咳嗽。没有，我艰难缓和气息，断断续续回应，我就是没找到个机会。他的眼眸微转，贴着我指尖的银戒。那是他送你的。我点点头，订婚戒指。他忽然从兜里掏出个东西递给我，是我的那枚钻戒。他说，你这个钻戒的色泽其实不算很好，但比银戒好多了，如果不喜欢银戒就不要戴了。我放下筷子，盯着钻戒，抿嘴。可是我低低出声，我还没找到地方放下它。程义度咀嚼的动作缓缓停下，注视我的目光很认真。不是不知道晚饭吃什么吗？他忽然转移话题，说：或许你可以从填满冰箱开始。赴婷雅的约，我本来是想狠狠嘲讽他的，可李月和他争吵时被无情丢弃的画面，就像当时的我一样。我是恨他，可也是他把我从李月这个囚牢里解救出来。就像程义度说的，只需要把银戒摘下来就好了。夜色如水，我轻轻叹息，拿出手机拨通他的电话。接通那一刻，我沉下口气。死小三，破野鸡！我破口大骂，那些用我的钱买的假包好看吗？我睡过的男人好睡吗？婷雅直吸冷气，不给他开口的机会，我继续破口大骂。就这种货色，我都拱手让给你了，这你都把握不住，可见你的魅力只在床上，完全没有其他魅力可言啊！你还为她怀孕，她为了我立马让你留了，你还挺骄傲，大老远跟过来找我能干什么？你连我小区门口都进不来，还想继续欺负我？你长得反人类审美，想的倒是挺美呀！圣母个屁！我就是记仇，他怎么鄙视我的，我就要他还回来。婷雅被气得说不出话。傅梅梅，你，我解气一笑，嘚瑟，不爽啊？来找我呀，正好让我身边的人都看看被丢弃的小三长啥样。不给他回话的机会，我挂断了电话，然后深灌一口酒。爽！李月又来找我了，还是提着蛋糕，可这次带着他母亲。梅梅呀，李母见我就握住我的手，哭哭啼啼的，是阿姨不好，没管教好儿子，才会让他做出对不起你的事。你看在阿姨的面上，就原谅他好不好？瞧一眼发鬓微白的李母，我看向李月，狗男人，居然把老人都牵扯进来了。我假笑着回答：阿姨呀，我怎么记得他向我求婚后，你让他不要给我家彩礼啊？李母悲戚戚的面色一顿。我歪头回忆说，还说让我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逢年过节都不要回娘家，不生儿子都不行呢。李母尴尬，我继续说，
我跟你儿子的时候，我有顿饭没做就给我甩脸子。我记得您不是没上班吗？李母脸色难看。李月听不下去了，傅梅梅，你对一个长辈说什么呢？他一个老人家做饭给你吃，你受得住吗？我整天累死累活，你做个饭怎么了？我被气笑了。我没上班吗？我说，明明是同样的下班时间，我一路飞奔回来给你做了热饭，你不懂知足，还觉得理所当然。给你洗衣服还要求手洗，家务还不做，你这是把我当老婆还是免费保姆呢？李月嘴张了张，没出声。李月啊，求人嘛，态度要诚恳，要有耐心。我指指他提的蛋糕，你这蛋糕都几天了，再放放都臭了。梅梅，李母再次抓紧我的手，央求阿姨以前是不好，以后改好不好？你是阿姨认定的儿媳妇了，你忍心看阿姨伤心吗？我忍心啊。李母，哎呀，阿姨，我扒开李母的手，说，我没看见李月的真心啊，阿姨。李月一听，抿了抿嘴唇。隔天傍晚，我家门铃响了，程义度提着一兜子菜，挑眉。小区门口很热闹。往窗外一看，小区门口果然热闹。一排心形蜡烛中，李月捧着玫瑰被人围观。他用喇叭大喊：“傅梅梅，我爱你！傅梅梅，嫁给我！”声音响遍整个小区。我傻眼了。我热烈的骂：“嫁你妹呀！他有病吧？这就是他的诚意，俗得相当炸裂呀！”程义度站我旁边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保安打电话来说太扰民了，让我下去看看。我立马说：“不认识他，请帮我赶走，他也影响到我了，谢谢。”眼看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我头疼地按按太阳穴。副总，程义度问我，他这么锲而不舍的，你真没打算重修就好？修个屁！他笑得更开心了。婷雅赶到后，见到李月的阵仗，当即就把包砸到他脸上。李月，他尖锐着嗓子嘶喊：“把我一个人扔在酒店里，自己来干这种事，你恶不恶心？”一句话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他们昨晚果然住在一起。李月还妄想贪图我的钱，瞒着我和他鬼混。李月被他的话弄慌了神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？”他靠近婷雅，低声说：“我和你说过什么都忘了吗？你先回去。”“我不回去。”“你知不知道昨晚他怎么骂我的？他这种人还瞧不起我，不就是有点钱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”婷雅失去理智，句句话都喊得很大声。傅梅梅，程义度牵起我的手：“这么有趣，下去看更好看。”我到的时候，李月正推搡着婷雅让她回去。怎么这么热闹？程义度扬着嗓带我挤进人群，站到他俩面前，还装意外：“哎呀，是你啊，兄弟，怎么会在这里碰见呢？”李月慌忙松开婷雅，见到我和程义度十指相扣，面色清白。他问我：“梅梅，你怎么还和他在一起？你不是答应我不和这个狐狸精在一起了吗？”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？傅梅梅。婷雅一见我，张牙舞爪就扑过来，被李月拉住了。她还龇牙咧嘴的挣扎：“傅梅梅，你怎么敢瞧不起我？自己的男人看不住，还敢嘲笑我？顶着一张人畜无害的脸，到处勾引男人，你也不是好货色。”我才张嘴，程义度先开了口：“乖乖，这是你认识的。”他侧身把我半个身子护在身后，一脸嫌弃：“怎么这么没教养，像泼妇一样？”他就是啊。啊，真的呀？真可怕！程义度皱眉嫌弃，带着我后退了2步，少和他来往，他好像要吃人。他旁边的不就是吗？程义度没忍住，
回头看着我，忍不住笑意。李月眼睛转溜，忽然扑通一下跪在我面前，憋出了泪花。梅梅，你明明都接受我的求婚了，我们明明都谈婚论嫁了，就因为他的出现。他指着程义度，声泪俱下，就因为他有钱有势，你抛弃我，抛弃我们的家，和他鬼混在这里。我妈都因为找你生病住院了，还来亲自求你，你还骂他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啊？我，程义度，加一，婷雅，加二，围观群众。话音一落，那些见过李母找我的人开始窃窃私语。怪不得那天我见到他推开一个老人，原来是这样。啧啧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虚荣，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。人不可貌相啊，这女的看着挺乖，怎么人品这么恶心呢？我什么时候推老人了？围观群众窃窃私语，个个针对我和程义度。再次碰到这招，我非常淡定，掐一把大腿，我疼得红了眼眶，连同嗓音都在颤抖。我说：是，我就是跟他了，怎么样？程义度，我擦擦虚无的泪，哭得比他还惨。跟你10年，我从少女熬成妇女，我怀孕了你让我流掉，说现在不适合要孩子。我流产在床上，疼得起不来床时，我指着婷雅，崩溃大喊：你居然滚到了他的床上！眼到深处，我还虚弱地咳了咳，还让才流产的我伺候她保胎。你妈妈说她怀的女孩就让她留，你还让我伺候她。为了能给你生男孩，我留了又留，后来不能生孩子了，你转手就要把我卖去山里。你安得什么心啊，李月！我冷不丁甩了他一巴掌，哭诉：你还把我锁在屋子里，要不是我逃出来遇见他，现在就被卖到山里了。李月表情都呆滞了。围观群众，他们恍然大悟的点头，纷纷指责李月，安慰我。我依偎进程义度怀中，抽抽啼啼。程义度忍住笑抿紧唇，拍拍我后背。我说：现在婷雅又怀孕了，你又来找我，又要我伺候她，你怎么能这么过分呢？围观群众顿时一阵唏嘘。李月脸色一黑。傅梅梅，她咬牙切齿低声道：你不是说要我的诚意吗？你就这样对我的？是你先胡说八道的，我当然要赔你眼啊！你……我吸吸鼻子，问他：你怎么知道我的情况的？我说的呀。如如忽然从人群外挤进来，邀功似的，我特意通知他的，没想到他立马就来求复合了。啧啧，真不要脸。如如戳戳我手臂，你通过考验了熬。李月在我和如如之间回来看了看，后知后觉。李月，你愣着干什么？我指指婷雅，她在抽抽呢，好像晕过去了。婷雅居然气晕了。我坐在阳台上眺望远镜，按住嘴角，不能笑，功德会掉。傅梅梅，程义度坐我旁边，问我有填冰箱吗？我偏头看着他，有啊。我去打开冰箱，原本空荡的冰箱放满了各种食物饮品。那天你说过后，我就买了好多东西，我向他一一介绍，买的都是我喜欢的。老板见我买的多，还给我优惠了5块呢。程义度注视着我，安静听着我絮絮叨叨。雨后阳光明媚，他的眉眼温柔。过了好久，他定定盯着我的脸，问我：傅总，有兴趣再和我合伙一次吗？阳光下他立体的五官分明，完全褪去初见时的冷漠，愈发温柔。我眨眨眼，心跳乱了节拍。从毛坯商铺出来，车子一路开向落脚的酒店。我坐在程义度副驾驶，撇嘴看向窗外。那么温柔，还以为他说什么情话呢，原来真是合伙，搞得我小鹿瞎撞。
忽然想起什么，我扭头问他：“程义度，你怎么这么有钱？男模这么挣钱的吗？”程义度余光看我一眼，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？我呆了呆，你不是的话，怎么那晚还评价说和我的体验感极差呀？说起这个，程义度语气微怨，我没否认吗？那晚你非说我是，抱着我不撒手，我只能把你带去酒店休息。一到酒店你就吐了我一身，吐完还嫌臭，把衣服脱得到处甩，体验感能好吗？我自己甩的，你以为呢？我以为你甩的。嘿嘿，脸颊滚烫，我没好意思看他，问他：“那你怎么会去酒吧？”程义度忽然笑了笑，反问我：“那你去干什么？”我去玩啊。我就不能去玩？有道理。回酒店没多久，程义度来我房间商定商铺后续事宜。我刚洗了澡，头发还湿着。我一边把吹风机开最大的功率，对着头皮直吹，一边对他说：“你等等啊，我吹个头发。”他坐沙发上看着我，犹豫了会儿，提醒我：“直对头皮吹不好，你先用毛巾擦擦。”后背被头发浸湿了一片，很不舒服。我裹了毛巾走了过来，毛巾没裹好，低头看拟定合同时，水总滴屏幕上。擦了一次又一次，程义度有些介意。他一把抽出毛巾，展开包裹我的脑袋。头发这么长，很多都没包住。他细细将我的头发包裹起来，拿起吹风机，隔着毛巾热风慢吹。我在屏幕滑动的手一僵，程义度一手轻轻擦拭我的头发，一手吹干，声音在我耳边轻轻响起：“我看过了，你看吧。”我僵硬着身体不敢动弹。好的。然后继续滑动屏幕。看个屁呀！这种情况怎么看得进去啊？自从知道和他啥也没有，就开始在意和他的距离了。糟糕的是，这个种感觉似曾相识，比当初和李月热恋时更为强烈。程义度眼眸往下低了一瞬，瞟一眼我的后背后，立马又集中到头发上。傅梅梅，啊，这件衣服湿了的话，就不要穿出门了。为什么？很透。他语气过分平静。黑色。我还把颜色说出来了。我转身想捂他的嘴，才伸手就发现他的脸颊微红。四目相对，他居然有些不好意思，想用吹风机挡住脸。开着热风的吹风机对准我的脸，我下意识后退，可头发还在他手里。来回一扯，我吃痛后重心不稳，整个人后坠时下意识要抓住什么，结果就把程义度拽了下来。我俩一起倒在床尾，他高壮的身躯重重一压，我差点把前晚的晚饭都吐出来。我无力推搡他。程义度，我要被你压死了。他慌乱用手撑起身体，结果吹风机口直对着我后背吹，烫得我一个机灵，搂住他脖颈。程义度，你怎么就不肯放开吹风机呀？他后知后觉，连忙关了吹风机。两张脸近在咫尺，他却不敢和我对视。抱歉。我慌乱眨眼偏头，松开他，瘫软在床，心跳过快。他飞快瞧我一眼，正要站起来时，忽然听到门被推开了。李月一脸震惊：“你们？”玛丽隔壁，程义度没关门啊。不是，李月怎么会在这里啊？瞥见门外的婷雅，我立马勾住程义度的脖颈，将他身形压低，贴着他颈肩看向李月。怎么还要围观？我的脑门清晰感受到程义度喉结的蠕动，以及他轻微的咽口水声。他在紧张，没想到这男人居然如此纯情。婷雅冷笑，对李月说冷嘲热讽：“哦哟，
你还想贪人家钱，这下坏人家好事了吧？李月烦躁怒喝：“闭嘴！”随后李月对我说：“傅梅梅，这么几年你和我在一块，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，哪样不要钱？你要分手可以，把这么多年的费用还给我。”他在狗叫什么？程义度拍拍我手臂，低声问我：“你想这个姿势多久？怎么说的这么别有意味啊？”我松开程义度，他起身时用毛巾盖住了我衣服的湿处。程义度坐上沙发，翘着二郎腿慢晃，慢条斯理整理我抓乱的衣领，莫名有种抓奸现场即视感啊！我对李月说：“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详细说说你认为的费用。”李月立马掰着手指头计算：房租1个月2000，水电300，伙食费2000，加上其他零碎的，你就给我10万好了。多少？我简直怀疑耳朵。不是，李月，谁教你这么算的？10万对你简直9牛1毛，你不会这一点都不给吧？钱多就该给你吗？你1个月工资6000，车贷4000，每个月充游戏就得2000，其他都是我在垫付，我都没找你要，你怎么好意思向我要钱，还要10万的？李月的眼睛滴溜溜转了转，嘴硬道：“那我这些年付出的时间、精力算什么？算个毛！你忙着在婷雅床上付出精力了。”李月一呆：“这些年我给你买的礼物、衣服、准备的惊喜不算钱吗？我抽空陪你的时间不算钱吗？算你个头！9块9可显着你了。”李月深呼吸：“那我的车你总坐过的吧？油钱呢？还出了一次车祸，车子破损，我受伤，算什么？算你倒霉！技术那么菜，还好意思崩人家？”程义度忍不住笑出声，站起来挡在李月面前，悠悠道：“李月先生，你未经允许闯入房间，我们是可以报警的。如果警察知道你跟踪我们的话，后面的话他没说完，不言而喻。”李月咬牙，颤着手指指他，又指我，转身就要走。“等等！”我叫住李月，把银戒从指尖取下，扔到他脸上：“把你的9块9带走。”在李月错愕时，我对门外的婷雅说：“婷雅，你脖子上那根项链也是9块9高仿的，带礼盒包装还包邮哦。”婷雅不可置信摸上项链，我又补充：“你那些包都是高仿的。”“你胡说！”婷雅压根不信，她给我看过记录的，还有发票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你爱信不信，我懒得和她争论，对李月说：“现在从我的房间里出去。”商铺的事结束，回到家里已经过了几天，躺进柔软的被窝，身心感到前所未有的舒畅。查证所有的奢侈品都是假货以后，婷雅崩溃了，和李月大闹特闹，还把流产的事大肆宣扬，丢尽了李家的脸面，更把自己的名声全毁了。在婷雅家人的压力下，李月卖了才还清贷款的车，抵作补偿，婷雅才作罢。赔了夫人又折兵，颜面尽失，李月一家离开了这里。门铃响起，我打开门，程义度又来蹭饭了。“大哥，你怎么老是在我家附近出差办公啊？”程义度看我一眼后进入屋里，非常自来熟地从冰箱拿饮料喝。“我有大项目在这里，以后要来的机会还很多，你做好准备。”我点点头，拿出计算机：“程义度先生，这里建议您办理包月、包年的套餐最划算哦。”他坐在沙发上斜倚着扶手注视我。我按着计算器，自顾自说：“包月1月4个8，包年就划算一些了，只需要6个8，怎么算都很划算啊！你选包年吧，杜杜。”他依然定定注视我，眼神几分宠溺。“副总。”“嗯。”
有兴趣再和我合伙一次吗？我看他一眼，又开一家。他摇摇头，眸光闪烁。合伙未来余生，有没有兴趣？我按计算机的手一顿。他掏出一个礼盒，打开，一枚鸽子蛋大的钻戒，晶莹剔透，闪烁流萤光泽。如果副总同意的话，这是定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指尖在按键上划了划。我得好好考虑一下赔率问题。程义度一本正经点头，坐到我对面，把戒指和我指尖定制钻戒旁对比，言语蛊惑，包稳赚不赔呀。副总，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